印度又出事儿了。这边蜥蜴自身难保，那边5亿头牛泛滥成灾，到处惹事，印度政府却束手无策。2018年6月，一位在空军基地训练的印度人，因为操作不当，在降落时出现了失误，导致飞行员不幸遇难，还撞死了1头牛。这个消息被当地的平民和护牛侦察队知道后，不仅不关心遇难者家属，反而还要处罚他的家人。最后，在印度空军的协调下，赔偿了一笔护牛费，才平息了此事。除此之外，2020年，印度时报报道了一则新闻，一名印度男子意外撞死了1头小牛。为了赎罪，他把自己13岁的女儿嫁了出去，最后还是警察及时赶到，才阻止了婚礼。那么为什么印度牛的地位这么高呢？据说印度人自己不吃牛，却把牛卖给中国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科普故事。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事实上，牛的地位这么高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信仰印度教。在印度教中，牛是主神湿婆的专属坐骑，看到牛就相当于看见他们信奉的神主。其次是历史原因，印度农耕时期，牛是主要的劳动力，他们对印度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没有牛就没有粮食。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，牛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印度也形成了禁止杀牛的惯例。而因为不能杀牛，印度牛的数量现在多达3-4亿头，位居世界第一。这么多牛不能杀不能吃，老了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对于流浪的牛，印度人会让它们自然死亡，然后将其埋葬。这些自然死亡的牛会被拿去当肥料灌溉农作物，而家养的牛如果老了，还会有专门的牛的养老院照顾它们，里面有专业的人给牛洗澡喂食。所以说牛在印度这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了。但并不是所有牛都有这个待遇，印度牛也有等级之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印度最神圣的牛，流牛，它们的背上有一块隆起的瘤状物，看上去跟骆驼的驼峰很像。这种牛的毛色接近乳白色，颜色越白，身份就越高贵。印度人敬仰的是流牛，印度宪法上明文规定禁止宰杀流牛，除了流牛以外，别的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比如水牛和黄牛。黄牛比流牛地位低一等，也不能够虐待和宰杀，但没那么多人信奉黄牛。地位最低的是水牛，他们没有人伺候，有干不完的活，要下田犁地、运输货物等等。不仅如此，水牛是能够被随意宰杀的，但印度当地人并不是吃牛肉，宰杀水牛之后全部都出口到了其他国家。至于印度人为什么不吃牛肉，除了信仰牛之外，还受到传统的印度教文化影响。印度其实是十分崇尚素食理念的，在印度越是高种姓越不吃肉，更别说吃牛肉了。在印度种姓有好几个阶级，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，然后其次是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，还有达利特。像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些高种姓人是完全不吃肉的，不只是牛肉，任何肉都不吃。只有低种姓人才吃肉，因为印度人认为低等的人需要入轮回受尽苦难，所以他们可以吃肉。但低种姓中往往也有很多是信奉神牛的，所以吃牛肉的少之又少，印度牛肉就只能出口给别的国家了。印度出口牛肉的数量也一直排在世界前3%， 80%的出口都是水牛肉。在印度正规的屠宰场只有3000多家，但是不正规的超过了3万家，所以谁也不知道出口到别国的牛肉到底正不正规。据说咱们中国也进口印度的牛肉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把印度的牛肉和中国牛肉摆在一起，你分得清吗？同样是牛肉，纹路和颜色几乎差不多，就算我们吃下去的是印度牛肉，也分辨不出来。事实上，我国很早之前就明确规定禁止印度牛肉出口到我国，因为印度的牛肉是没有质量保障的。印度的水牛肉质量堪忧，它们的生长环境十分恶劣，恒河水的水质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多让人反胃。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水牛身上指不定携带了多少细菌。而且印度的很多牛肉都来自黑作坊，这样的牛肉来源质检都不过关。尽管国家禁止，但每年还是有很多走私牛肉出口到中国。据了解，印度牛肉主要是出口到非洲、中东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，因为印度牛肉价格低廉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十分受欢迎。而在中国出现的印度牛肉很多都是从越南边境偷运过来的，因为越南就是印度出口牛肉的重要中转站，所以严打走私非常有必要，这样才能避免咱们老百姓吃到不健康的印度牛肉。不过大家也知道，我国是牛肉生产消费大国，据统计，我国牛肉产量从2013年的613.1万吨增至2020年的672万吨，
年均增速 1.5%， 人均消费量也在每年超过 6% 的速度增长。所以本国生产的牛肉根本不够老百姓吃，还是得从国外进口。巴西、乌拉圭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家是我国主要的牛肉进口来源国。在2018年之后，我们又多了法国、荷兰等好几个进口牛肉的国家，这些国家的牛肉都是安全卫生、符合健康标准的。至于印度的神牛肉，咱们是无福消受了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